其实很多人现在，包括我们会花很多的这个金钱成本啊，去做一件事儿，叫做防晒。对，怕晒黑，怕这个紫外线，那这怎么办呀？我们说的日晒啊，其实不是说让您去暴晒啊，是上午10点前，下午4点后，那暴露我们的脸部和手臂就可以了。不要说晒到皮肤发红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去状态啊。那样反而会对身体有影响。所以其实不用担心这个晒黑等等这些问题啊。那刚刚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力量，很多的观众呢听到这个词儿呢会下意识的觉得啊，这个跟中老年人来提这个是不是这应该是年轻人的事儿吧？练力量可以吗？那不是伤身体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实际上从影像角度来看，我们最担心的不是说中老年人练力量，而是完全不练。担心的是完全不练。为什么这么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骨骼是需要负荷信号的，如果长期不给我们的骨头任何压力，身体就会误以为那这些骨头不常用，可以省着点用。所以这就是骨质疏松加速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是非常聪明的一套系统。是这样，如果你不用它，它就觉得可能你不需要用它了啊。所以那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样的安全的去开始他们的力量训练呢？那我们完全可以从最简单和最安全的自身体重训练开始。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运动，靠墙静蹲，或者是坐姿抬腿啊，或者说是对关节冲击力小，却能给骨骼和肌肉足够刺激的这样一些小幅度运动。好的，谢谢您。好的，胡医生啊，那其实这个您说到这个晒太阳啊，还有这个运动啊，其实我真觉得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做这件事是有一点为难的，因为现在我们毕竟是处于这个冬季啊，外面的温度也很低，然后人想要去运动的这个想法其实本身就不强，别说中老年朋友啊，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其实都不太爱出门。是这样。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我不出门，我的肌肉力量也弱了，我的围地的这个吸收量也小了，这不是恶性循环吗？怎么办呢？确实这样。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提醒一下这个观众中老年朋友的，尤其是要注意2点啊。第一就是要保温，第二就是要保持活动。就是其实即使是到了我们这个严寒的气候，但是猫冬这件事儿其实并不对，是吗？是这样的。其实这也是在我们影像上最担心也是最不想看到的情况之一，因为一整个冬天不动啊，到了春天再看片儿，往往就会发现我们的肌肉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减少了，包括我们的关节僵硬也会有所加重。那冬天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运动，它才能够既让我们觉得很安全，同时呢也体感上别那么难受？是这样。首先第一呢，就要避免清晨在极寒的时候外出锻炼。其次就是在运动前，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一定要热身，热身的时间要比夏天会更长一些。第3点呢，即便不出门，也要在室内做一些关节活动和力量训练。好的啊，所以别因为猫冬啊，所以我们就真不出门了。不出门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和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不要在严寒的气候出门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冬天仍然保持您的运动习惯，这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胡医生其实今天非常感谢您啊，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信息量非常大的对话。我们从最开始揪心的结节开始聊起，聊到了支撑我们身体的骨骼，还有容易被忽略掉的肌肉，甚至还有我们的这个预报天气的关节和我们日常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去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运动啊。那这期内容呢，我相信对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获益匪浅的。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您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核心的总结，您最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什么？谢谢主持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天所有的分享呢，其实我最希望大家能记住的是，影像不是命运，而是提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我想从以下3个方面来解释。首先，解读权在您手中。什么意思呢？
一张 CT 或者是磁共振的报告单给您描述的只是一个瞬间的一个静态结构，但它背后漫长的动态生活过程其实是由您一天一天创造出来的。医生会通过影像报告来告诉您那里有什么，或者是长了什么，有了什么，有了什么变化，而您通过生活来决定它未来将会发展成什么。其实您手中握着更大的、更强大的解读权和改写权。那么第二点就是养护重于检查。当我们有必要去检查的时候，那科学的医学检查对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断的检查反而不断的检查，然后忽略了自己自身的养护，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方式。因为日复一日的养护对您的身体来说才是更重要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天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安稳的睡眠还有您的心态，整个这些状态看似很平凡的小事儿，其实才是真正雕刻您健康未来的一把刻刀。那检查是阅卷，养护才是您每日的功课。最后呢，我要提到第3点，主动优于被动。不要等到身体用疼痛来呐喊，发出信号和警告的时候，您才去关心它。要学会在平时就要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那些低语的提醒，比如说您酒后出现了这个腰酸，天冷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关节的僵硬，或者体力不如从前了，那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向您发出的信号。那在这些细微的信号阶段，我们就要开始调整，成本最低也是效果最好的。从今天起，做一个自己健康的主动管理者，而不是被动的维修工。所以请大家带着这份信心离开您原来的不健康的生活状态。当您看到一份影像报告的时候，也希望您能平静地告诉自己，我知道了，谢谢提醒。那而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从今天这顿饭开始，从脚下这步路开始，我们要过好今天，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健康、更文明，或者说是更阳光的明天。说得太好了哈，非常感谢胡医生，也非常感谢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场非常充满着智慧，更充满着温度的对话。我们也明白了，真正的健康智慧呢，不在于对于影像符号的恐惧当中，而是在于对于日常生活的信心，不在于被动的等待宣判，而在于主动的去创造和参与。那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今天起，成为我们自己健康最温柔的，也是最坚定的守护者。好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主持人杨楠，非常祝愿您未来更加健康，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再见。